训犬师只是用脚轻轻碰了几下白色柴犬，没想到他下一秒就像着魔了般疯狂反击。平时在家他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大魔王，你永远不知道那可爱外表下隐藏了多少凶残。然而咬伤多人的他今天却踢到了铁板，在被几记沙包大的拳头轻轻安抚后，他终于开始安静的像一只哈基米了。看着爱犬如此乖巧，主人不禁有些心酸，因为他终于可以摆脱安乐死的命运了。原来这只4岁的奶油色柴犬是只彻头彻尾的铜脸狼。天使般的可爱脸庞并没有赋予它乖巧的个性，一进门它就想教会女主持如何做人。说实话，这样一只敏感又嚣张的狗，就连男主人都很害怕。即便进屋后，他们仍旧手握牵引绳，时刻不敢松懈，因为一旦掉以轻心，他们将付出血淋淋的代价。不过，所有的关系在变质前似乎都有着一段美好。当初哥哥在众多狗狗中就对白糖一见钟情了，他那绝世容颜瞬间就吹散了他心底的风霜。毕竟谁能拒绝一只毛茸茸的嘤嘤怪呢？但他没想到小家伙竟亲手把一家人推进了深渊。在3个月大时，他就把白糖领养回来了，父母也把他当成小儿子去养。但一不留神，他就长成了叛逆少年，一家人也因此成了急诊室的常客。哥哥曾经被白糖把手掌咬到脂肪都露出来了，而弟弟也因为摸他而留下了几厘米的伤痕。众人都被他身上几厘米的疤痕震惊了，没想到白糖竟给主人带来如此长久的伤害。当节目组进屋前，所有人都穿戴好了防护道具，因为这只狗曾几度把家里人咬进了急诊室，所以他们打起了10000分的精神，不敢掉以轻心。整个客厅几乎都被狗狗的栅栏所占据，而白糖的凶猛也出现端倪。江迅说他完全不是因为恐惧而攻击的，呲出的獠牙让他更像一只荒原狼。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栅栏的高度也在不断增加，最终他把自己困在了这几平米的围城内。一家人看着他像困兽般挣扎，既心疼又无奈。一张铁栅栏把整个家划分为了2个世界。柴犬本是需要外出散步排便的犬种，但他现在无法出门排便，又形成了恶性循环。白糖仰天长啸，似乎想在镜头前控诉主人对他的不公，但面对他的攻击性，一家人也没办法解除限制。他们曾经把狗子送去训练所，想改变他，但教练却说他是天生的野狼，没法改变。看着白糖想虚空掩盖食物的行为，江迅解释说，有些狗在野外会用土壤把吃的藏起来，然后再时刻对周围的一切充满警戒。远古的基因也让白糖对靠近的人类时刻防备，从小一家人就好吃好喝的伺候他。但如今他依旧有着严重的占有欲，他嘴里叼着吸尘器零件，不断跟兄弟俩示威。他们只能把祖传的盾牌拿出来跟他对峙一番，但谁料到白糖却开始用利齿疯狂撕咬盾牌。他的如此举措直接把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。哥哥说，一般把东西拿走，他的占有欲就会消失。其实他的种种行为十分像丛林里的野狼，而狼是不能被驯服的动物，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，可想而知有多危险。哥哥称，白糖8个月大后就很烦被戴上嘴套，无奈的兄弟俩只能给他套上伊丽莎白圈。即便如此，每次操作他们都要全副武装，因为一场恶战即将在这个家里爆发。白糖仅用0.01秒就识别到了进入领地的人腿，皮肤上的淤青让弟弟一次又一次的寒心。长期被咬让兄弟俩已经形成了心理阴影，那痛彻心扉的记忆让他们十分惧怕亲手养大的爱犬。哥哥继续把手伸进围栏，想暂时迷惑他，没想到被抱到空中的白糖竟一动不动。不过在洗澡时，白糖依旧会虚空锁敌，他们打起12分精神，丝毫不敢放松警惕。这一幕让江迅的脸庞也浮出了几分凝重。洗澡间上演着一场主人和爱犬的生死搏斗，而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家里上演。就在前几天，母亲还被他咬伤了虎口。比起身体上的疼痛，一家人心理上的创伤才是最重的。甚至最爱他的哥哥也曾提出过安乐死的建议。几年来每天都要斗智斗勇的日子，他们受够了。但亲手了结一个生命又谈何容易呢？想起曾经的美好，他实在做不出这样的决定。哥哥的泪水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共鸣，这份煎熬相信所有铲屎官都能理解。哥哥特别想给白糖一个没有围栏的生活，因为即便放弃全世界，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爱犬。第二天，全家人都聚在一块，开启了作战会议。最终兄弟俩一起把航空箱抬到了围栏外，因为他们要把脏了的垫子和尿垫换出来。然而就在回去的时候，白糖又趁机发起了偷袭，这熟悉的动作像极了在斗牛场的角逐。在长达几分钟的僵局后，白糖终于走进了围栏，这让兄弟俩都不自觉地松了口气。虽然他们也曾给他进行过社会化训练，但可想而知这些均以失败而告终了。如果狗瘾犯了，弟弟会用假手抚摸白糖，精神上的满足也能让他心生愉悦。因为发现腹部有些红肿，他们带白糖来到了诊所，医生说有些炎症，给他涂些药膏就好了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，半年没换过的垫子可能是导致他生病的直接原因，更别提因为参加节目1年半以来首次给他洗澡。4岁的白糖至今洗澡次数不超过4次，看来主人和狗狗似乎都陷入了恶性循环。面对这样一只残暴的野兽，江迅也没敢掉以轻心，他拿着防护手套，神情严肃地走向了录制现场。而白糖似乎感受到了他的杀气，放声大叫。两强的相遇注定有一场让人不寒而栗的对决。江迅说，白糖不是那种看见人就开心的普通狗狗，与狗的本性相比，其实它更趋近于狼的特性。他穿戴好手套，慢慢把围栏拿开，面对他的狠辣，江迅要亲自一探究竟。但谁知他只是用脚轻碰了几下白糖，
就得到了后者丧心病狂的咬击。江迅不得不以身为盾压制这只野兽，现场的焦灼氛围瞬间被二者拉到了顶峰。而在男人的教育下，白糖也露出了飞机耳。接着江迅开始用夹子音逗起了狗狗，这笑面虎的姿态一时间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一番观察下来，江迅发现白糖是个会害怕的孩子，如果是领导力强的主人，可能就两极反转了。此刻的白糖已经紧张到不敢正视江迅，而当他想再次发脾气时，完全被控制住了。他就如同大海中的小船，完全不能自已。如果主人能对白糖这样的狗严厉一些，他甚至会在心底觉得你很有魅力。在一段不被尊重的关系里，善意和关怀可能会被对方鄙夷和嘲笑，这就像一家人总得不到白糖善意的回应一样。如果想彻底改变，就要结束这段旧关系，然后再重新建立和狗狗的新关系才行。其实有时候白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发火，他只是知道用这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。其实江迅在训练他的时候完全没有动怒，但主人可能会用发火来掩盖自己的恐惧，这样就会因失误而丧失训练效果。弟弟说他早些年曾狠狠教育过白糖一次。江迅说如果不是专家，不要轻易下重手，因为那只会给彼此带来更深的伤害。他说最好可以先撤掉客厅的围栏，因为他会随时戒备周围出现的监护人，而且这样一来，一家人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影响。最好能把白糖的居住地换到阳台上去，然后尽可能多的带他去散步，消耗精力。不过江迅也说了，通过训练改变白糖的可能性不大。一周后，节目组又回访了一家人和白糖，但客厅里的围栏并没有收起来，而白糖的一切依旧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。兄弟俩面对爱犬如同摆设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。一般来说，狗狗最初级的攻击就是咆哮，再进一步就是用嘴轻轻去击打，而最严重的是包含狩猎意图的咬人行为。江迅说白糖的危险系数当属最高级别的。为了得到更多信息，他让两个嘉宾先登门拜访，看看一周过去白糖是否有变化。当二人登门后，这次白糖并没有吠叫，摇动的尾巴似乎表示他很欢迎两人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热情开始不断下降。哥哥说他们之前把白糖挪到阳台生活了，但换了环境的他却开始不吃不喝，而且透明玻璃给他带来了很多刺激。最后他们不得不又给他搬回到客厅里来了。当男嘉宾把手靠近他时，并没有受到攻击，但接下来白糖就开始变得敏感了。他甚至虚晃一枪，让二人吓了一跳。屋内的气氛因白糖的转变而有些焦灼。当兄弟俩戴上护具后，狗子明显有些愤怒。江迅让男嘉宾把零食扔给白糖看看，当他空手伸过去时，狗子显然不买账了。没想到白糖吃了零食，非但没开心，反倒变本加厉。大家猜测，只要碰到栅栏，他就会十分警戒。这完全展示了什么叫究极变脸大师。当江迅进门时，白糖似乎嗅出了宿敌的味道。当初4、5个月大，他就跳起来把父亲的胳膊咬伤了。看来有些狗的攻击性真的是与生俱来的。一般10岁孩子打架只是推搡彼此而已，但白糖这个孩子却已经会拿椅子打对方了。如此少见的暴力狂让江迅都十分震惊。就在大家聊天时，白糖如自投罗网般向江迅大叫，这一下子就让男人提前了对他的教育。江迅仅仅是打开围栏门，就把白糖吓回了航空箱。其实这才是跟一只狼相处的模式。他说兄弟俩像极了被恶霸欺负的老实人，而白糖就成为了长期霸凌他们的罪魁祸首。现在看起来，一家人反倒像是被白糖囚禁的了。接着江迅用强硬的手段把白糖逼出了航空箱，然后轻而易举的就给他套上了牵引绳。他继续带着白糖走出围栏，放松一下，在屋内四处走动，可以更好的减轻压力。这时监护人不能去夸赞他，因为主导权在主人身上十分重要。江迅用带着护具的手把零食喂给白糖，但他却直接攻击起了眼前的男人。如果没有护具，显然下一秒他的手就要遭殃了。这一幕也勾起了兄弟俩曾经最惨痛的回忆。江迅强硬的态度让白糖的气势弱了下来，只有强者才能成为这只野兽的主人。他继续让哥哥重复他刚才的训练，适当的用绳子给他压力是必要的。此刻如此配合的白糖是主人从未见过的。江迅再次强调把围栏撤掉，再把狗狗放到阳台养。虽然通过训练白糖会有改变的可能性，但一家人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因为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会前功尽弃。兄弟俩在拆掉围栏的瞬间，心中一阵释然，一家人的生活终于重新回到了正轨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主人带着白糖开始出门散步了，而他也在逐渐适应阳台上的新生活。也许4年的积累无法一朝转变，但我相信只要坚持训练，白糖总会进步的。你们觉得他能真正的改变吗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